我胃痛去医院检查，意外知道自己怀孕时，看见傅时慎带着女秘书从妇科出来。我不死心的给他打电话，傅时慎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一脸嫌弃：“谁呀？”一个年老色衰的女人。我有些恍惚，晕了过去，流产了。傍晚回家，我在茶几上看见随意摆放的婚戒，将婚戒放好，我拨通一个没有备注的电话：“哥，我想回家。”“你终于想通了吗？”傅时慎并非良人，你的房间我一直有给你留着。电话挂断的下一刻，傅时慎刚好回家，他拎着一个蛋糕，脸上带笑。或许他并没有注意到，他的衣领上有着一抹鲜红的唇印。“你刚刚和谁打电话？”我如实告诉他，我和我哥打电话。我哥是养子，曾经傅时慎，我哥是青梅竹马的铁三角。傅时慎是傅家的私生子，不受傅家喜爱。他常常来我家，也算是父亲母亲的半个儿子。这段关系是从什么时候破裂的呢？是从我喜欢傅时慎，而傅时慎和我哥同时喜欢我。兄弟反目的戏码，在我以命相逼骗要嫁给傅时慎的那天结束。我和傅时慎结婚，我哥出国，从此好几年我都没联系我哥。婚后并不是事事如意，我和傅时慎吵架时，每当我说要找我哥，他都会惊慌失措，生怕我真的联系我哥。这次他只是平静的哦一声，时不时看一下手机。我知道他并没有听清我在说什么，而我没有和往常一样又吵又闹，低着头开始买离开的车票。车票实在难抢，我艰难抢到一张，时间是明天晚上。当傅时慎洗完澡出来，看见桌面上放着的蛋糕时，他的目光终于如施舍般落在我身上。“思怀，这个蛋糕特意给你买的，怎么不吃？”我抬头看了一眼蛋糕，愣了一瞬。这个蛋糕不是为我买的。我有些难以置信地看向他。“我芒果过敏，你忘记了吗？”8岁时，我嘴馋吃多了几口他给我带的芒果，进了急救室，差点没抢救过来。10岁的他扑到我的病床前，痛哭发誓：“我下次再也不给你带芒果了，我好怕，好怕你离开我。”他顿了顿，脸上闪过一丝愠色：“吃一点又不会死。”季思怀，你以为你还是18岁吗？你已经28岁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每个人都在进步，只有你还在原地，没有人会待在原地等你。蛋糕就在这里，你爱吃不吃？恰好他手机叮的一声响，他严肃的神情立刻缓和过来，勾起嘴角，转身便去了客房。见状，我登录了一个很久没有登录的账号，点开女秘书安冉的朋友圈。安冉是贫困山区出来的孩子，很巧，我曾经作为资助者资助过她，用的就是这个账号。她屏蔽了我，却没有屏蔽这个曾经资助她渡过难关的好心人。她发了一张芒果蛋糕的图片，配文是：“某人给我买的蛋糕，蛋糕喜欢，人也喜欢。”傅时慎在下面评论：“你喜欢就好，下次再买给你吃。”我默默地给安冉点了个赞，下一秒就收到安冉发来的消息：“姐姐，你看到了？好开心！姐姐，你好久都不上线，有些想姐姐。姐姐，你是不是很忙？再怎么忙也不要忘记休息哦。”我把聊天消息往上滑，看见好几段文字和配图，时间从半年到1个月不等，有叙述少女心事，也有分享日常。姐姐，我喜欢上一个人。姐姐，好巧，他也喜欢我。姐姐，我决定不喜欢他了。姐姐，我发现我对他还是心动，怎么办？姐姐，如果是你，你会告诉我答案的，对吗？姐姐，我和他在一起了。最新的一则消息是发来了一个蛋糕图片。姐姐，我心上人给我买了蛋糕，好好吃，正好蛋糕买1送1，我们吃不完，我让他带一个回去。那挺好的，还能遇上活动。姐姐也觉得是吧？今天真幸运，吃到喜欢的蛋糕，晚上还能和姐姐聊天。我放下手机，想起客厅里的那个还未拆封的芒果蛋糕。第二天，傅时慎难得没有出门，他一见到我便说：“思怀，听说你昨天因为胃痛去了医院。”我问过医生，他说没什么大事，我吩咐厨房给你做了淮山粥。昨天下午，他和安冉因为怀孕庆祝时，我躺在病床上为我死去的孩子默哀。医生在一旁遗憾地表示，如果我当时情绪没有这么激动，孩子就能保住了。我瞧了傅时慎一眼，想和他说：“傅时慎，不是没事的，那天我怀了孩子，我们的孩子没了。”却在对上他无所谓的眼神时沉默。我知道了，曾经我们做梦都想要一个孩子，在他不知道的地方，那个他渴望的孩子被他亲手杀死了。早饭过后，我将一个盒子递给他，
等会你见到安然，麻烦帮我把这个送给他。他打开看清里面是我们的婚戒时，顿了一瞬，眼中闪过一丝生气。季思怀，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。你还记得这个婚戒的意义吗？我瞧他一眼，冷漠地说出了当初的那句期盼和祝福，只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。我当然记得，它是我亲自设计的。为了他，我花了半年去全国各地收集灵感。傅时慎也跟着我，把所有工作都推到线上，最终做了这副戒指。反正他已经怀了你的孩子，昨天还戴了我们的婚戒，怕是离傅家夫人这个位置不远了。他顿住了，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要解释。在看见我一脸不想和他争论的神情时，说：她怀孕了，你不要和她计较。见我一脸冷淡，他攥着戒指说：你不是喜欢孩子吗？这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为你找来的孩子。等孩子生出来，我就把他抱来，我们一起养他。我想反驳，抬眸看到傅时慎眼中闪过的疯狂时，选择了沉默。好，人总会因为没有拥有，或者拥有了又失去，才对此格外执着。我是，傅时慎也是。我和傅时慎都很期待孩子，期待一个与自己血肉相连的亲人。刚和傅时慎谈上恋爱的那天，他紧紧抱着我，和我一起描绘着未来。思怀，我们以后要生一个可爱的孩子，最好是女孩子，像你。然后我们一家三口快快乐乐地生活在一起。思怀，有了孩子以后，就不再是我们两个人了，我们也有了血脉相连的亲人。才刚结婚，我们就为生孩子奋斗，可惜迟迟没有怀孕。去医院检查才知道我身子弱，很难受孕。后来又试过很多养生的方子，我的身体是好了，但怀孕却迟迟不出现。他就没再提这件事，而我也识趣的不说。傅时慎出门了，我登上账号，想和被资助过的孩子们做一个告别，刚好收到一条安然发朋友圈的消息。他发了一张检查单，配文是：很幸运，我怀孕了，怀上了心上人的孩子。下面一堆人祝福，傅时慎也留言了。这是我第一个孩子，他是在爱中诞生的孩子，希望她会是女孩，能像你这么可爱。我愣住了，盯着屏幕一动不动。看着这些熟悉的文字，我仿佛回到了17岁，父母意外双亡的那天。那天正下着暴雨，父亲母亲刚死，公司一切都很混乱，哥哥在处理政务，没有回家。我一个人面对黑漆漆的房间，对抗父母离开的伤悲。外面是雷雨，雨噼里啪啦，每一次雷声都惊天动地，如同一个巨大的锤子，直溜溜地敲在我的心上。是傅时慎紧紧抱着我，他说：不哭不哭，再哭就会变丑八怪了。他说：思怀是在爱中诞生的孩子，若是伯父伯母还在，看见思怀这么伤心，一定会很心疼的。他说：即使伯父伯母不在了，我也会一直在，会一直陪着思怀，我永远爱思怀。他的怀抱很温暖，像沐浴在阳光下。那时我以为我像救赎文里的主角，遇见了属于自己的太阳，麻木地在屏幕上打出恭喜2个字，而后退出。叮的一声，有短信发来，是一个没有记录的号码。傅时慎，是我的，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，你这个年老色衰，生不出鸡蛋的老母鸡，还是早点让道吧。我把消息删除，往外走去。我想给自己买一身衣服。从和傅时慎开始，我就没买过衣服，一切的生活用品都是他安排好的。他买了很多很多衣服，他说和我在一起，你还是小公主。可我打算离开了，我并不想带着他买的衣服去我哥的家。才刚出门就收到了他的消息。思怀，早上是我情绪不好，中午我们一起去吃牛肉面吧。就去我们高中常去的那家，在家等我，半个小时后我来接你。父亲母亲不大允许我吃这些街边美食，他们觉得不卫生，可我很喜欢，觉得很香，想吃却少了点勇气。一天穿着校服的傅时慎拿着袋子偷偷喊住我，我打开，里面是我馋了很久的牛肉面，其实那碗牛肉面已经有点凉了，但依旧很香。往后我们常常偷偷去吃，这是我和傅时慎之间的小秘密。好，我犹豫着打下这段文字。我推开门，回到家等着。1秒、1分、半个小时过去了，他没有回来。或许是有急事耽搁了，我想。我像个忘符时，在客厅里等了一个不归人。叮的消息提示音响起。思怀，对不起，我有些事情，要晚半个小时，你先去店里等我，半个小时后我马上到，你先点着，你记得吧，我们常吃的那份。好，他果然被事情耽搁了。我出门约了车往店里去，花了10分钟。
店开在中学附近，正值高中放午休的时间，很多穿着校服的学生回家。我逆着人流往前走。店是夫妻店，店面很朴素，10几年了，还和高中时的一模一样。是你啊？你们好久没来了。我记得你们可喜欢吃我家的牛肉面了。妻子笑着和我打招呼，她往我身后瞧瞧。你那小男友呢？现在这么多年，应该结婚了吧？他有事晚点来，你先坐着吧，2份。老样子，原味1份，其他菜都加1份。对，不一会儿，面就做好了，摆在我的眼前。牛肉面依旧是香香的，上面摆着好多好多肉，像高中时的那样。我盯着这2碗面，坐等，半个小时又半个小时，牛肉面都凉了，他却始终没有出现。妻子在一旁欲言又止，丈夫偷偷拉住她，摇摇头。很重要的是吗？耽搁这么久？又是叮的一声。我打开手机看，是一个未知号码的短信。你现在在店里吧？孤零零一个人。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？在我的身边，我只是不小心打翻了温水，他担心我被烫到，就把和你的承诺抛之脑后。我把这则消息删除，像是如梦初醒，迟钝的低头，拿起筷子就要夹碗里的面。我给你换一碗热的。妻子像是终于找到了能做的事情，冲上来说：“这碗冷了，不好吃，我给你换一碗新的。”他似乎猜到我遭受的，捧着热腾腾的牛肉面，笑嘻嘻地说：“这面还和以前这么香吧？”我告诉你，这么好吃的面，一个人吃也不错，多一个人还抢你碗里的肉。他笨拙地安慰我。丈夫听到一半，想拉住他，却来不及了。他一脸担忧地看向我。对，我笑着，大口大口地吃着肉。不是什么事都要2个人的，一个人也能很好。我打算继续完成早上的想法，买一身衣服，特意挑了一个离家远的店。这家店的衣服设计很是出众，属于轻奢，款式好看，数量少。我刚进门，一件古典款酒红色的长裙一下子吸引住我的注意力。把那个拿下来看看吧。服务员拿给我看，说这款只剩下这一件了，我穿的话会大一些。打包起来吧，我很喜欢。突然从旁边传来一道声音，我也要那款。我回头，是傅时慎和安然。见到我，傅时慎的脸色有一瞬间不自然，很快又恢复平常。抱歉小姐，这款只剩下他手上这件了，建议你看看其他款式。我就要他手上这件。安然长得清秀，明眼人都能看出她不适合这件长裙。这件我实在喜欢，时慎，你给我买吗？他朝身边的傅时慎撒娇。傅时慎看向我，刚要开口，我就说，这件是我第一眼就喜欢的，你们挑别的。我第一眼看见这件衣服就很喜欢，即使可能不合穿，我也想得到。就像当初我一见到被其他孩子欺负的傅时慎，一眼便是喜欢。傅时慎犹豫了，突然安然在一旁拱火。时慎，我也很喜欢，没买到我就会不开心，不开心就会影响到宝宝。她怀孕了，你让她，这件给她，你再挑别的。不可能。我转身想离开，没想到安然突然拉住我手上的长裙。我用力，她也用力，不愿放手。放手。我回头一拉，她装作抢不过摔倒地上。时慎，孩子，我肚子疼。她笨拙地演戏，而傅时慎这个视力正常的人似乎看不出来。季思怀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他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，力气很大，直接把我打懵了。我第一次被他打，他没有看我，而是紧张地抱起安然。我愣在原地，盯着他离开的背影，脸上挂起一抹苦笑。爱与不爱本就很明显，况且他曾经如此热烈地爱过。18岁的傅时慎说，季思怀是他的全世界。30岁的傅时慎为了一个助理，亲手打了季思怀。长裙我买了，又另外挑了一套衣服，放干洗店，洗完换上我就回家。车票的时间是今晚，我还需要收拾一些东西。收拾时又看到那张流产的单子，脑海里突然浮现傅时慎紧张安然的场景。傅时慎，你可知道，我们曾经也有一个孩子，你亲手杀死了你的孩子。我把报告单抓到极限，泪却止不住地往下落。夜晚，把仅有的东西带上，在发车前的10分钟，最后给他发了一条消息。傅时慎，你的大饼实在太大了，我这个无福之人消受不起，祝你和你那女助理百年好合。消息才刚发出去，我的电话铃声便开始响。来电显示是傅时慎。我懒得理会，将电话卡拔出，和酒红色的长裙一起丢进垃圾桶。凌晨5点抵达车站。
我刚走出检票口，就看见一个迎上来，给我一个拥抱。欢迎回家，我的宝贝。给你做了你喜欢吃的椰子酥。我坐在车上，一边吃着椰子酥，一边透过车窗看繁华的夜景，唯独不敢看哥哥的脸。哥，我不是让你在家等我吗？对哥哥，我本就心怀愧疚，为了和傅时慎结婚，我和哥哥更是撕破脸。我以为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面了。夜间车难打，更何况晚上冷，我哪里舍得你在冷风中等车？我沉默不敢回答。回到家，哥哥牵着我的手来到一间房间，他推开门，看，你的房间，你看看出门这么久，你还记得你的房间长什么样吗？我看着眼前熟悉的蓝色，顿时热泪盈眶。这哪里是我的房间，这明明是哥哥重新装修的，可里面的一景一物又和我未出嫁前的房间一模一样。哥，你是我永远的哥。我感动地扑在床上打滚，连床单的气味都是我小时候喜欢的香水味。他温柔地笑着看我，像是想到了什么，把我从床上拉起。对了，你跟我来。可以睁开了吗？我闭着眼睛，紧紧地跟着他小声问。好了。在我睁开眼的一瞬间，灯一盏盏地亮起来，他站在一座座展示柜的正中央，张开双手。展示柜里珠宝在灯光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。海洋之心，期待而遇，冬日特点，圣使的救赎。我一件件数着展示柜里的珠宝，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，震惊、欣喜、感动。原来那个神秘买家是你。我不是一开始就是傅时慎的妻子。曾经我是珠宝设计师，但我不爱热闹，外人只知我设计的珠宝，却不知我的姓名。和傅时慎结婚的前1个月，我决定与曾经的我告别，全心全意做一个只爱傅时慎的姬思怀。于是我把所有的设计拍卖，很巧，那时候好友告诉我，有一个富商把所有的珠宝全拍走了。那时的我只觉得幸运，却不曾怀疑。对，还有，你看看这个。他将一个群聊的聊天记录摆在我眼前。喂 ，King， 真的会回来吗？你没有骗我们的，对吗？算了，就算是骗子，我也认了。我看着聊天记录，难以置信地抬头看向他。这一幕异常熟悉，就像是我5岁时看到杂志里的一个项链，指着项链兴致勃勃地说我要成为最厉害的设计师。第二天，他就带着有名的珠宝设计师来到家里。你要给他们打个电话吗？他们一直在等你。他微笑着将手机递给我。我接过手机，在群里发了一个视频邀请。我以为会让我等很久，毕竟他们现在都是有名的设计师，会很忙。没想到，才刚播出去，立刻就接通了，4张熟悉的脸庞同时出现在屏幕的小框里。将近10年没见，他们都成熟了好多，就连年纪最小的七七都剪了短发。我们隔着屏幕对视着，无言。听姐姐，我好想你。最先是七七沉不住气，随后芍药也跟着接话。对啊，突然彻底消失了，若不是知道你结了婚，我还以为你瞒着我偷偷死了去。芍药，好久不见。白话先呵斥一声芍药，然后笑着看我。King， 这次回来你就不会走了吧？青莲也跟着说。听到熟悉声音的瞬间，我的泪不受控制地落下。这次回来就不走了。在天台和好友们聊完，再三确定说，我先整理东西休息1天，等到晚上9点才能和他们见面之后，他们才舍得让我挂断电话。握住手机，我抹抹脸上的泪水，感动地冲哥哥说：哥，你是我唯一的哥。只是哥哥吗？他走近，半弯着腰看我，那双狭长的眼眸充满了柔情。暂时是。那我会努力摆脱这个身份的。他笑着摸摸我的头。临近9点，初升的太阳驱散黑暗，照亮这座城市，一切都是新生。第二天晚上，我洗了澡，洗了头，穿上特意买的衣服，出门去见曾经的好友。由于中途出现了一个小插曲，到约定餐厅时已经8点50分了。我看着眼前紧闭的包厢门，伸出了手，有些颤抖。人总是近乡情怯，即使早上已经聊过天，但我们确实是快10年没见了。在我犹豫了好几分钟，终于下定决心推门时，门却从里面开了。入目便是2张熟悉的面容，七七和芍药。你看，我就说他害怕了，不敢开门。若不是我们从里面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等到他推门。芍药说：姐姐，想你。七七直接扑了过来，一把将我抱住，不肯撒手。他抱得紧，我都感觉有些难以呼吸，涨红着脸。七七，放开手。芍药在一旁喊，想扯开七七。不要不要。这时我听见一阵笑声，
抬头，白桦温柔地笑着，而青莲捂着嘴在偷笑，我也跟着笑了起来。和他们吃过饭，又逛了街，跟着去公司的展会里面听他们介绍这几年发生的事，比如七七进步很大，在设计行业的地位又高一层，比如芍药被家里催婚，决定租个男朋友应付，却租到自己的亲哥，又比如白桦在5年前遇见一个学弟，经过学弟的穷追不舍，他们俩结婚了，白桦主外，学弟主内。倒是看起来最温柔心软的青莲，一心在行业深耕，一直单着。离开富时慎的第3天，我再次适应了珠宝设计师这份工作，配合七七设计出新的一款戒指，新生，还认识了七表妹，一个在富时慎公司工作的组长。记得刚加上微信的那天，他嘤嘤地发来一堆话：哇塞，加上我偶像了，我要去发朋友圈炫耀。没想到偶像居然在我身边，总裁夫人，你瞒我瞒得好辛苦。偶像，我初中看到你设计的海洋之心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了，让这么好的偶像离开，总裁一定会后悔的。他很活泼，和他聊天我也很开心，他的性子让我不自主地想起高中时的安然，他也是这样的性子。想到安然又想到富时慎，我晃晃头不再想他。我没想到和富时慎的再见会这么快，在我离开他的第5天，刚从公司回来，就在家门口看见了他。思怀，你为什么离开？你来找你哥了？他神色有些沧桑，紧紧抓住我的手，苦苦哀求。对不起，那天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们回家。富时慎，不是每个对不起都能换来没关系。我甩开他的手说，现在我不想见你，你走吧。思怀，他拉着我的手不愿松开，我看着他的眼睛，神色平静地说，富时慎，现在离开，趁我还在乎我们这么多年的情谊，不要让我讨厌你。思怀，你现在还在气头上，对不起，我晚点来见你。他眼中闪过一丝害怕，仓皇地说出这句话，落荒而逃。富时慎，没有下次了。我朝他的背影说，他的背影愣了一瞬，加速离开。刚推开家门，哥哥就说，富时慎找你了。我走进去，接过哥哥手中的苹果，咬了一口，你提醒一下，安保好一点，不要让不三不四的人接近我们的家。好，哥哥笑着回答。洗完澡刚躺到床上，微信里就传来消息提示音，我打开一看，是七七表妹，她发来一段视频。她说，偶像，总裁和安然的这段视频在工作群传疯了，正义永不缺席。我迟疑了一刻，还是点开了这条视频。视频画面很明显是从会议室监控里截来的。视频的主角有3个人，富时慎、安然、总助。一开始，富时慎在会议室里踱步，手里似乎攥着什么东西。突然门外传来动静，富时慎停了下来，靠在椅子上。总助推门而入，他的脸色害怕的想要哭出来。总裁没查到夫人的行踪，他站在富时慎面前，如同被雨淋过的小鸡仔，不停地瑟瑟发抖。继续查，查不到你也不用回来吃饭了。富时慎阴沉着脸，挥手将茶几上的茶杯扫落，正巧方向是在他身边的安然。啊！安然害怕地往旁边一躲，躲开了飞来的茶杯。水泼声、玻璃破碎声、安然的尖叫声同步而出，滚烫的茶水飞溅到衣服上、脸上，富时慎却毫不在意。他起身，用力攥紧手里的盒子。总助吓得连连后退2步，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总裁如此生气。是，他不停地鞠躬，像是得到了恩典，边鞠躬边拔腿往外跑。总助离开后，会议室变得安静起来。时慎，别生气了，他离开了，你不是还有我吗？安然打破了这份宁静，他脸上露出一抹甜美的笑容，伸手扯富时慎的衣摆，转而又攀上他的手。你没资格提他。富时慎转身看他，一把甩开，冷声说。他哐当一声砸在地上，痛得发出嘶的声音。富时慎连眼角余光都没有给他，左手依旧紧紧攥着一个盒子。一道红色从安然的裙底蔓延而出，他惊慌地朝富时慎喊：时慎，孩子，我们的孩子，医院，带我去医院。富时慎终于将目光施舍般投到安然身上，他突然笑了，慢慢走近安然，捏起他的下巴。孩子，思怀不在，这个孩子也没有活下来的必要。后续我没有看下去，不用猜我也知道。富时慎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反应过来后，他一定会紧张地抱起安然，把他送到医院，就像当初在商场一样。这是他的第一个孩子，他所期待的、执着的孩子。刚退出就看见七七表妹拨来的视频电话，
我接了，屏幕里冒出一张沉稳的长相，光看长相，实在想不到吵闹的话语是从这张脸中说出的。偶像，我跟你说，你不用说，我现在对傅时慎和安然怎么样，不关心。好吧。他一脸失望，忽然从我的侧边伸出一只橘子，递到我嘴边，尝尝，很甜。我将橘子含在嘴里，往后靠，就对上一双温柔的眼眸，对吧？很甜。和我对视，他眼中的笑更深了几分。我咀嚼着回应。气氛忽然变得安静起来，仿佛整个空间都弥漫着粉色的泡泡。哇！一阵尖叫从手机那边传来，将这个甜蜜的氛围打破。我重新坐起来，问视频里的人：“怎么了？”嘻嘻，你的新男朋友真是不错，不愧是偶像。不是，不是，我连忙解释，现在还不是他的男朋友哦，不过我会努力的。哥哥从身后探头，挤进小小的屏幕，加油！你们结婚，我要坐第一桌。眼看着他越说越离谱，我红着脸，连忙关掉视频。和哥哥提了之后，安保果然上了一大层，连续1周我都没有见到过傅时慎。按七七的话说，从现在开始，一只不熟的蚊子想要接近我都难，更何况是傅时慎。这天，上司传来消息，说一个客户很喜欢我的设计，点名要看我。对此我也是不陌生，从8岁我独立设计出盛世的救赎开始，就有很多人想见我，特别是我还不爱热闹，几乎不在公共场合出现。不过见我的门槛很高，需要很多钱。我穿着新买的长裙往会议室走去，心里想着是哪个有钱的粉丝砸钱见我。我推门进去的那一刻，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，坚挺、宽厚、修长。傅时慎。我盯着那个背影喊，本着职业道德，我也就没有立刻离开。思怀，我觉得我们需要谈谈。他转身露出那张熟悉的脸。好，你说。我们面对面坐在会议桌旁，他拿出盒子，打开，里面是我们的结婚戒指。思怀，你记得吗？只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是你先违背诺言的，是你让他戴上婚戒，这个婚戒脏了，我不要。我打断他的话说。他慌忙将戒指拿出，举到我面前，仿佛想要证明什么。不是，他并没有脏，思怀，你好好看看他。安然并没有戴戒指。那天他好奇拿出来看，想是戴，我刚好从房间里出来，阻止了。他并没有戴，思怀，他没有脏。我一把将戒指拍掉，他看见我的动作，愣住了，盯着掉到会议桌上的婚戒，像一个没有灵魂的木偶，低声呢喃：婚戒，那又如何？婚戒没脏，那你呢？你脏了，若不是我在医院看到你和他从妇科出来。我的话让他回神，他抬头重新看着我，那双深邃的眼睛里突然有了光。他抓着我的手解释，是为了孩子，思怀。你不是想要一个孩子吗？那时我想等安然生下孩子，我们就有孩子了，到时候我们一家3口快快乐乐的。是为了孩子，思怀。说到孩子，我的眼泪不受控制的从眼角流出。他看见我的流泪，很是慌张，松开我的手，小心翼翼地用袖子擦着我眼角落下的泪水。思怀，你怎么哭了？对不起，思怀，我错了。对不起，你别哭。他笨拙地安慰我，我在他的动作里仿佛看到了曾经的傅时慎，那个18岁的深爱着我的傅时慎。我闭上眼睛，苦涩地开口：傅时慎，我们也有一个孩子。孩子，他给我擦泪的手一停，脸上露出笑容。那孩子在哪里？孩子死了，你亲手杀死的。他死在你和安然查出有孩子的那天。怎么会？怎么会？他震惊地重复着。那天我胃痛，去医院意外查出有了孩子。当我开心地想着回家和你说时，刚好看见你和安然从妇科出来，我给你打电话。我挂断了，他显然也想起那天的场景，愣怔地回答。医生说，如果我当时情绪没有这么激动，孩子就能保住了。可是我怎么不激动？那是我的丈夫，我深爱了10几年的人。思怀，我们还会有孩子的，还会有孩子。傅时慎慌乱地伸手想要抱我，我抬手推开他。没有以后了，安然肚子里不是有个孩子吗？你和他们成立一家3口吧，我成全你们。安然肚子里的孩子没有了，他一脸平静，甚至说起时眼中还带着憎恨。你说什么？我惊愕地看向他。安然做了流产手术，他怎么可能答应？当他说起这句话时，我脑海里想到微信里安然向我倾诉的少女心事。他那么爱傅时慎，他怎么可能同意？
不需要他答应，他答不答应无所谓。这个孩子让你不高兴了，让你离开我，那他就不该出现。畜生！那是一个生命，一个活生生的生命。我没忍住，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。那是我第一次打他，也是他成年以后第一次被人打。傅时慎，安然只是一个平平无奇、努力活着的毕业生，他家境不好，这份高薪工作对他很重要。是你一直纠缠他，是你给予他特权，让他以为能够压我一头，是你给了他挑衅我的自信，是你毁了我们两个人。傅时慎，你不是人！我怒骂着，没想到他却像是找到希望的绳索一般，抓紧我的手往自己脸上又狠狠打了一巴掌，血迹从他的嘴角流出。对，我不是人，我畜生不如。我可以不当人的，只要你不要抛下我。我是季思怀的所有物。思怀。他望着我，眼神中充满期望、哀求以及执着。我看着他，有些释怀的笑了，盯着他的眼睛，我一字一句地说：“你应该很了解我。放手吧，傅时慎，没有人会待在原地等你。”曾经28岁的季思怀还在原地，因为他像18岁的季思怀一样爱着傅时慎。现在28岁的季思怀已经往前走了一段路，他再往前走一步，从此万丈光芒。番外安然，傅时慎离开了，他没有纠缠我。从那天起，他仿佛回到了当初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没有纠缠，全是默默付出。我知道他在赎罪，他也知道我不会回报他。在他离开的1周后，我的手机突然接到一个未知号码的短信：“对不起，姐姐，希望下辈子我还能遇见你。”我心一跳，连忙给七七表妹打电话：“偶像，怎么了？帮我个忙，帮我找一下安然，他现在很危险。”之后我报了警，描述了安然的情况之后，连忙买了张机票飞回去。在坐车前往机场的时候，我又给傅时慎打了电话。电话接通之后，我怒气冲冲：“傅时慎，你和安然说了什么？他要自杀，你知道吗？把我查到的资料都和他说了，包括你是他的资助人，以及因为他，你和我的孩子没了。他害你失去了孩子，害我失去了你，这是他应该有的惩罚。傅时慎，我不管你现在心情怎么样，你立刻马上去找他。他已经有1周没来上班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我不管，你给我找。好。好在救援还算及时，刚下飞机就收到好消息，安然被救下了，就在医院。我又马不停蹄地赶去医院。去到时，安然才刚从昏迷中醒来，浑身缠着绷带。听警察描述，找到他时，他在天台，都准备跳了。他们聊了一些话，拖延时间，最后还是没有谈下来，他还是跳了。好运的是，救援及时，下面铺了软垫。楼层太高，虽然没死，但也受了重伤。见到我，安然突然哭了起来：“姐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是你。对不起，是我害你和总裁分开，是我害死了你的孩子。对不起，姐姐，我没有脸见你。”我上去朝他笑着摇头：“不怪你，安然，这一切的错都源自傅时慎，你只是一时被他引诱了而已。这不怪你，刚出社会就遇到顶级魅魔，没有谁能够抵挡。”我说着，抬眸看了一下傅时慎，他有些不自在地别过脸。听到我这个比喻，房间里有人突然笑起来，随后其他人也跟着笑起来，安然也是。姐姐，我很高兴遇见你，他说。出院之后，安然离职了，他离开这个城市，去了另一家还不错的私企，听说发展得不错。而我也成为业内顶尖的设计师。我和安然仿佛回到了当初的时光，他时常会给我发消息，说今天工作怎么样，吃了哪些好吃的。番外继承人。后来，我和傅时慎离婚了，但没有和哥哥结婚。傅时慎把公司渐渐发展到哥哥所在的城市，家也搬到我家附近，最后得寸进尺，搬进我家。我有了2个孩子，一个是傅时慎的，一个是哥哥的，2个都是女孩。决定生小孩是因为他们都需要一个继承人。大女儿是傅时慎的，是我试管而来的孩子，她反倒像哥哥，很温柔，还有点天真，傻傻的，也更爱黏着哥哥。二女儿是哥哥的孩子，她反而像傅时慎，天生的谨慎、严肃、沉稳，更喜欢和傅时慎待在一起。2个女儿性格虽截然不同，但关系却很好。二女儿会给姐姐讲题，大女儿也会把最喜欢的零食分一分给妹妹。她们都有2个爸爸，傅时慎和我哥。因为爱吃零食，才8岁的大女儿的牙齿都快全蛀完了。我和傅时慎不允许她多吃，即使她可怜兮兮的哭，我们2个都不会心软。
但哥哥不一样，他老是心软，把偷偷藏起来的零食偷偷给他。这天我难得早点回家，刚好瞧见哥哥偷偷给大女儿塞零食这一幕。他们两个听到开门动静，齐刷刷的抬头，看到我，像个石化了一样，愣在原地，地上还有一包未拆封的薯片。妈妈，思怀。他们俩父女脸上挂着一模一样的笑，小心翼翼地喊：“哼，我不管，你爱吃就吃，牙疼可不要喊我。”我佯装生气地说，说完又对大女儿眨眼，就这一次。好爷，谢谢妈妈。大女儿高兴地捡起地上的薯片。就是你，老惯着她。我朝哥哥说。你不也是？哥哥朝我耸耸肩。由于大女儿天生爱玩，傅时慎和哥哥一致决定将二女儿培养为2个公司的接班人。他们早早就宣布继承人是二女儿。因为是女孩子，我带着他们从公司出来时，总会遇到某些有着奇怪想法的男人。女孩能做什么？招个上门女婿得了，这些事情就该让男的来。这些男人很奇怪，总是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有着超强占有欲，为不认识的男的觉得亏，看不起女的。他不知道他也是从他看不起的女人的胯下生出来的吗？这时候我和二女儿还没开始说话，大女儿就开喷了。女的吃了你家米饭了。我爸爸乐意，妈妈乐意，妹妹也乐意，公司里的股东也乐意，你倒是不同意了。你家住海边啊，管这么宽。而且我妹妹哪里差了？她这个年纪靠自己，读书连跳4级，国奖拿到手软，她这个天才不行，换个男人来就行了。说完，她打量一下那男的，一脸嫌弃。男人真是头发短短，见识短短。你……每到这时候，那些男人就会涨红着脸，想要反驳骂回去，又不敢。一是我二女儿确实是天才，二是她家世比不上我们中的任何一个，她惹不起。某天回到家，我带着大儿女回家，刚好看见傅时慎在教二女儿公司事务，哥哥也在一旁看着。大女儿蹭蹭地端着她的甜品跑到哥哥旁边，见到我，傅时慎笑着说：“今天就到这里为止了。”二女儿点点头，然后看向吃甜品吃得正欢的大女儿，一脸认真：“我会继承父亲母亲的一切，包括你，我的笨蛋姐姐。”大女儿愣住，大女儿震惊，大女儿手上的甜品勺都掉了。她反抗道：“我才不笨，你不许这么说我。”我们3个大人都齐齐笑了起来。笑完，我问二女儿：“你从哪里听来这些话？”同桌的书上，书名好像是《笨蛋姐姐钦点宠》。哈哈哈哈！我们听了名字又笑了起来。大女儿见我们的神情，反倒不乐意了。我不要，她难得凑到傅时慎面前：“爸爸，我也要学，我也要学。”因为这个小插曲，大女儿真的开始跟着傅时慎管理公司。奇怪的是，虽然她做事情容易沉不住性子，但在这件事上却格外的坚持。就是傅时慎的要求对她来说有些高，刚开始她一直在跟着傅时慎，连吃零食的时间都没有了。哥哥还因此让我管管傅时慎，别累坏了他。妈妈，管理公司真的好累啊，要学好多东西。休息时间，大女儿从书房里出来，苦哈哈地跑过来抱我的大腿撒娇。慢慢来，等学会以后就会轻松一些啦。我安慰道。累那就不学，把爸爸公司的继承权交给我，你老老实实当只米虫，我也能养活你一辈子。二女儿在一旁语气凉凉地说。我不要。哼，我现在就去跟爸爸学。你给我等着。大女儿气冲冲地又跑回书房。我看着大女儿的背影，忍不住给二女儿竖个大拇指。可以啊，你都会激将法了。大女儿学得越来越上手。半年后，傅时慎正式宣布公司继承人由二女儿变更为大女儿，她和大女儿在公司开股东大会。我和二女儿在家里，二女儿正捧着书看，我忍不住有些担忧地问她：“你大爸爸公司的继承人原本是你，现在变成你姐姐，你会不会伤心？”谁知二女儿放下书，叹息一口气，过来抱住我：“妈妈，不伤心的，那本来就是姐姐的，而且姐姐能继承最好，省得累到我。管理一个公司已经够累了。”就这样，姐姐和傅时慎公司继承人的选择尘埃落定，都是女孩，反倒是我的继承人是个男孩。遇见他时是夜晚，我路过街边小巷，发现一个怪异的物体，过去查看，是个男孩。我连忙将他送到医院，还好送的还算及时，保住了性命，就是这双腿骨折了，至少需要疗养半年。我报警查了，他是个孤儿，谁打的他没查出来，问他，他沉默不说话。见他实在可怜，又正巧与我有缘，我便收养他当我的儿子，入我户口，随我姓。好友知道这件事，一边夸我心善，一边骂我做事不顾后果，但他们还是过来看望这个可怜的孩子。他胆子很小，
性子有些沉闷，还有些自卑，我不太懂得如何引导，只能给他好的环境、充足的关怀以及耐心。好友过来时带了刚设计的珠宝，他怯怯地拼命躲在我身后，企图用我挡住他们的目光。直到好友把珠宝拿出来，他的目光一下子被珠宝吸引，盯着他目不转睛。好友将珠宝递到他面前，逗他：好看吗？好看。喜欢。他眼珠子盯着珠宝一动不动。好友见他这副样子，有些感慨，看他这个样子，我觉得倒是可能在这方面有天赋。好呀你，随手一捡就是一个徒弟。什么徒弟？他有些好奇。我们和他聊了一下这个职业。他盯着手机的资料点点头。我带儿女来看他，二女儿对他很和善，不过给人一种相敬如宾的感觉，反倒是大女儿嚷嚷着不喜欢他，却舍得把最喜欢的零食分他一点。他比较内向，不愿叫我妈妈，平时也只喊我姐姐。半年后，他慢慢能站起来了。1年后，他彻底摆脱了轮椅。我清楚认识他在珠宝设计上的天赋是在1年半后，那年他10岁。那天我刚从公司回来，和几个同事一起，我刚设计了一款新款式，在家特意带同事们来看。刚进门，佣人就匆匆上来说：夫人，小少爷一直待在设计房，没出来，窗帘也拉上了。我有些担心，慌忙跑上去。设计房比较特殊，是我设计珠宝的房间，里面的窗帘也是特殊材质，一拉上就是彻底黑暗了。我不知道他遭受了什么，他很怕黑，刚开始回家，关了灯还不敢睡觉，都是要我陪着才能睡着。开门，开门！我在外面拼命拍门，等我拍到第10下时，门开了。他捧着一个极其精美的珠宝出现在我们面前，他的神情似乎很疲倦。那个美丽的珠宝在光下闪闪发光。好友震惊地盯着这个珠宝，最先是七七沉不住气，他2步冲到他面前，双眼发亮地接过珠宝。这是你设计的吗？有没有取名字？太漂亮了，你真是个天才，你天生就该在这个行业。是，恶魔的恩赐。Pim， 你可是好运啊，还以为你这个天赋要绝后了，没想到你居然后继有人了，芍药在一旁拍拍我的肩膀。听到这话，他也抬头，那双眼睛很是期待地看着我。我也望着他，余光透过走廊灯的光线，看到了藏在门里轮椅的一角。我抬头看看七七手上的珠宝，很精美，很华丽，很完美。他是天生的设计师，可我却在他的设计里看到了满满的痛苦。痛苦是设计的源泉，对他来说是这样。只一眼我就猜到了，他为了不被我抛弃，为了体现自己对我来说是有价值的，他活在过去的痛苦里，反复体验痛苦，设计出了这个恶魔的恩赐。一时间我盯着他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见我不说话，也抿唇不敢出声，终于意识到这件事是一个错误，低着头，像一个等待审判的罪犯。我望着他，轻轻叹了一口气，在他面前蹲了下来，伸手抱住他。姐姐，他无措地抬头看我。你是天生的设计师，这个设计简直就是奇迹，但比起这个来自痛苦的设计，我希望你以后的设计能够是温暖的，充满生机的，即使没有这个设计经验。但我的孩子不必惊艳众人，不必接受众人的审判，他只需要做他自己。他望着我，顿时哭了起来，靠在我的怀里，低声喊着：妈妈。不是，谁让你喊我的妈妈妈妈？这时刚从学校回到家的大女儿从身后冲出来，生气地说：我就要喊。她从我怀里出来，擦擦眼泪，跑了出去。你站住，你给我等着，让我抓到你就死定了。大女儿追了上去。我和二女儿看着两人跑出去的身影，相视一笑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星星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